二哥，你不跟我一起吗？啊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做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好好温书，我先走了。照顾好星运。放心吧。目送叶月安离开后，叶月辰径直朝着寝房走去。这糕点不行啊，少宇，你何时也买这种便宜点心了？我又没给你，还滚滚滚滚滚！叶兄，今日怎的也回来这么早？有心事？说着，叶月辰伸手去拿林少宇面前的糕点。你做什么？察觉到气氛不对，叶兄，那是少宇妹妹送的，你若想吃，我这里有。那是我妹妹带来的，想必是某些人误会了。胡说八道！这是我妹妹买的，就是给我的。星运是我妹妹，她姓叶，她姓林14年，叫了我14年的二哥。无妨，反正从今以后，我与星运会有很多个14年。我会接小妹回家的，林家才是她的家。你叶家给得起好生活吗？现在给不起，不代表以后给不起。况且，我不觉得星运会愿意跟你回去。想到小妹之前的话，林少宇再也忍不住红了眼。她是我妹妹，买的糕点也是给我的。你算哪颗葱啊？周全连忙倒了杯水递过去。糕点你想吃就吃吧，反正小妹是我的。见拿不回糕点，索性转身离开了寝房。他会努力给小妹最好的生活。一会儿你拿着这个去书房，能领到书就领，领不到就算了。你不跟我一起？我要顺路去一趟益民药铺，你要是结束的早，可以来找我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？让你去就去，这么默契呢？跟你一起，我还怎么收拾要害我的人？好吧，那你注意安全，晚点回去找你。看着叶元安离开后，叶星运直接吩咐系统调出去林家的路线，悄然来到林月清的院子。宿主大大冷静，打死他，小世界会崩的。谁说要打死他了？就您手里这块石头都要比林月清的头大了，说不想弄死他，谁信呀？叶星运悄然来到林月清身后，高高举起手里的石头，砰！叶星运扯过林月清的裙摆，兜住她的头，抡起拳头对着林月清哐哐一顿揍。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要说林月清受了伤，林月清脸上身上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宿主大大，你给他喂的是什么药啊？没什么呀，就一点点排毒养颜的药而已。益民药铺。你终于来了，恩人，我还以为你不打算来了呢。自从那日叶星运来过之后，他这里便来了不少的客人买药材。叶小姐，小店能有如今光景，全是靠你。丁某无以为报，愿为叶小姐效犬马之劳，以报大恩。哟呵，不错呀，就凭他没有恩将仇报，倒要以身相许，这人还算能用。丁康成这次清楚注意到叶星运没有张口，怎么回事？宿主大大，你打算用它做什么？挖药材费劲又不赚钱，倒是给人看诊赚的还不少，因而我要用益民药铺的名头打响我的名声，让人知晓我的本事，这样我便可以赚更多的钱，也可以更早的躺平等死了。爷爷，是您派恩人来救咱家的吧？否则我咋可能听到恩人的心声？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为恩人之命马首是瞻。犬马之劳就不必了，按照之前说的，你我算是合作，该给我的分成每月按时结算，少一文，别怪我亲手砸了你的店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恩人的事情。随即想到了什么，恩人，我能求您点事儿吗？啥事儿？您愿意收个徒弟吗？哈？您别误会，我只想着您应当不方便走出来，想拜您为师学点皮毛，这样您不在的时候有人来看诊，我也好帮忙看看。就算您不愿意也没事，您放心，只要您愿意，您永远是我这里的坐堂大夫。你懂多少？我会辨认药材。没了？是啊。他语气那么骄傲，不会是等着我夸他吧？怎么不算呢？主要是我此前没学过呀，我爷爷让我读书，没怎么教过我医术。其实你不是非要学医不可，只做个药铺也没问题。可是想要保住药铺，终归不能只靠卖药。不过恩人不愿教也正常，我知道我基础差，我全听恩人的。我上次见你书桌上有几本医书。丁康成连忙点点头，将医书拿了过来。是这几本，我爷爷留给我的。给你1个晚上的时间，将这本书的人体穴位都牢记于心。明日我要去给人施针，届时我会考教你。
若是能达到我的标准，我便教你一些医术；若是不能，便趁早放弃吧。多谢恩人，我一定努力。那你加油。对了，你给我抓一副药，川穹10克，胡言索5克，包好。明日我来找你出诊的时候，记得带上。好嘞。迅速按照叶星运的吩咐抓好药，还想再说些什么时，店内再度来了客人，丁康成不得已忙活起来，而叶月安没多久也找了过来。叶星运打了个招呼，便与叶月安一同坐上回村的牛车。星运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今日这般热，肯定累着了吧？来，娘给你煮了绿豆水，你先喝点消消暑。早已习惯的叶月安默默地卸着车，倒是一旁的叶父想要询问，却被叶母瞪了一眼，担心卖不出去会让叶星运上火。叶母索性提都没提柠檬水的事情。来尝尝，娘特地放了不少冰糖。好喝。你喜欢就好，喜欢明日娘再给你煮。从未有过这样体验的叶星运莫名心间一颤。好啊。叶母忽然从袖中掏出2枚蓝紫色珠花。星运，看，这是娘跟村头的李大娘买的珠花。见叶星运迟迟没接，没事儿，你不喜欢的话，娘改日再给你买别的。喜欢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就好，喜欢的话，娘改日再给你买。忽然注意到叶母指尖上的针孔，你的手，连忙将手收进袖子里。前2日袖帕子扎到了2下，不打紧。童啊，你帮我查查买珠花的银子是怎么来的。系统不明所以，但还是老实的查了一下，是你娘做绣活卖的银子买的，好似心头被许多密密麻麻的小针扎了般，酥酥麻麻，酸酸涩涩。星运，你别多心，娘之前也经常做绣活的。以后别做了，家里不缺钱。这是今日卖柠檬水赚的，4桶水一共40斤，我卖4文2斤，去掉我最后送给大家喝的，这里差不多有300文。4文2斤水全卖了。天哪，一日就卖了这么多钱？何止，还有不少没有买到的，催着小妹明日去卖呢。哎呀，若真是如此受欢迎，那咱们家还真是不缺钱了呀。四哥，你将隔壁沈家人叫来。哎，好。叶月安小跑着去了沈家。静茹，你叫我们来干啥呀？不是我，是我闺女。有一桩赚钱的买卖，你们是否感兴趣？是柠檬水。不错，经过今日的实验，柠檬水的确很受欢迎，而且也算是打下了一些基础。我打算扩大规模，因而需要人手。你们若是愿意的话，可以来帮我做事。这……沈父与沈母相视一眼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他们俩继续摘酸果，每日的工钱我提升到20文。沈叔力气大，跟我爹一起挖小土、制硝石。至于柠檬的腌制，就交给我娘。沈姨，你白日跟着我去镇子里售卖柠檬水，工钱嘛，沈叔每日300文。沈姨，你卖的柠檬水算是从我这里进的货，我给你本金3文2斤，余下的都算你的。300文？沈父顿时惊诧不已，嫌少吗？虽说这活要收集茅厕附近的硝土，但300文也差不多了吧？不少不少。眼眶不自觉泛红，沈母轻轻握紧了叶母的手，感谢2个字太轻。还愣着干啥？快答应啊！沈母不自觉有些哽咽，她哪里好意思占这么大的便宜？你们尽早做好决定，明日开工。若是不做，趁早说，我好招别人。磨磨唧唧的，有钱赚都不积极，思想肯定有问题。就是，还得是我家宿主脑瓜好使，赚钱小能手。哎，低调啊！玉荣，你就不要犹豫了。幸运的确是需要人手，这钱给谁赚都是赚，你又有何不好意思？我平日就受你家照顾，如今我当真不知道要如何报答才好。想报答还不容易，好好给幸运做事，便是最好的报答。好，我定然好好干。这就对了。那你们今天晚上好好休息，明日一早来上工。哎。沈母擦了擦眼角的泪花，感激地看了眼叶星运，这才带着沈父等人离开了。玉荣啊，你说咱就这么同意，是不是有点占隔壁便宜？能遇此恩人，是我们沈家的幸运。小静、小冉，娘不求你们大富大贵，但无论你们日后是否有出息，都不能忘了叶家对我们的帮扶。来日叶家姑娘要是有任何事情需要你们帮忙，你们拼尽全力也得帮。娘，你放心吧，小锦记着了。我知道了，娘，你放心，我明日会采更多更大的酸果回来的。
小冉真乖。坐在床上的沈君也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将目光落在窗外的矮墙上，心绪逐渐变得复杂。或许他能做的唯一一件事，便是让沈母尽早取消沈叶两家的婚约。恍惚间，眼前再度出现那一张令他魂牵梦萦的面孔。沈君衍，喂，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凉了？没有，检测得到生命体征，应该是纯发呆。真可怕！我就说人离不开娱乐项目，瞅瞅，都给人呆傻了。抱歉，刚刚在讲事情，没有注意到你呢。你确定只是在发呆？那你说1加1等于几？他这不是怀疑他傻了，分明是把他当白痴吧？2。果然傻了，连这种问题都会答。宿主大大，离他远点吧，容易影响智商。你说的对。沈君衍满脸问号，这不是你问的吗？今日的事情我听爹娘说了，何该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反正做不好我也不会客气。应该的。你今日来找我是有事吗？啊，对，这个给你。你之前不是让我问二哥有没有抄书的活吗？今日去镇子想起来，顺便给你带回来了。下面那2本是我二哥要我给你的，说是笔记。啊，劳烦你了，多谢。2本书，书房掌柜要你5日内抄完，到时候你让小冉拿给我就行。眼底不自觉泛起一抹失落，他便是这般不想多看他一眼吗？宿主大大，你看啥呢？药效差不多该发作了。系统懵了一瞬，药效，当即兴奋起来，调出灵府的画面。小姐，你别吓我呀，小姐，来人，快叫大夫！怎么回事？奴婢不知，奴婢去给小姐拿糕点，回来路上小姐就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了。其他人也没看到？奴婢当时在后院洒扫，并未听到任何声音。小姐说不喜人多，让奴才在院门外守着，奴才也没发觉任何异样。荒唐！这个没声音，那个没异样，难道月清是自己晕过去的不成？娘，你莫要着急，大夫不是在这儿吗？你先听听大夫怎么说。大夫，我女儿如何？细细把脉后，大夫神色有些复杂。这姑娘没病啊，甚至脉象很健康，像是睡着了。睡着了？如果是单纯的熟睡，总能叫醒的吧？奴婢真的叫了小姐很久，一直没有反应。为了证实自己的话，兰芝还不忘推搡着林月清的手臂。这照理说是不会的，不过我还有一法，便是用银针刺穴，若对方是昏迷，便不会醒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先把人叫醒再说。到底是装睡还是真昏，一试便知。听出儿子语气不对，林夫人正欲询问，就听嗷一声，吓了他一跳。大夫被打懵了，跌坐在地上。娘，娘，有人打我，女儿好疼。你刚刚打的人是咱们这里赫赫有名的大夫，在你醒过来之前，他已经给你诊过脉，脉象结果，你比娘都健康。不可能，娘，我真的被打了，我真的疼啊！你的意思是，有人悄无声息的进了林府，打了你一顿，又悄无声息的离开了林府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哼，娘，看来我说的没错呀，您的好女儿是个谎话连篇的。三哥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但我也只是刚回来不适应罢了，你何苦这般针对我？娘，你醒来之前，我问过你院子里的人，都没有听到声音，也没有看到有人。你怎么也不信我呢？我真的没有说谎，我现在浑身都好痛。娘，女儿真的好疼。周大夫，不是说我女儿没事吗？若林夫人不信，可以再找旁人来。去把青云镇最好的大夫都叫来。是。先让娘看看你的伤。身上疼成这样，肯定伤得不轻。好。待到林夫人屏退所有人后，配合着脱去衣服。伤在哪儿啊？难不成他已经老眼昏花到这种地步了？思索间，大夫已经被兰芝带了回来。夫人，这都是青云镇有名的大夫。有劳了，劳烦各位给我家小女好好看看，能治好的必有重谢。夫人客气了。几个大夫互相谦让了下，便依次给林月清诊脉。只是随着时间流逝，几人的面色愈发凝重。几位大夫，是不是我的情况很严重？你们直说吧，无论多么严重，都以治好小女为主。回夫人的话，我没探查出林小姐有任何问题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
我明明浑身疼得要命，怎么可能没问题？我也没摸出有任何问题啊。小姐的脉象很健康啊。怎么可能？如果真的正常，那我怎么会浑身疼？娘，您刚才也看了我的身体，肯定很多伤，是不是？您告诉他们呀，娘。月清，你身上没有半点伤痕。怎么可能？月清，我没有说谎，我真的浑身疼。好了，你到底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没有，三哥，我真的没有。我腹部忽然传来一阵剧痛，看着林月清捂住肚子，林宇泽眉头愈发紧蹙。你又要说自己肚子疼了？三哥，我真的肚子疼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一连串的响声便争先恐后的传来，浓郁的臭气扑面而来，在屋内逐渐弥漫开来。荒谬！丢下2个字，甩袖离去。一众大夫也纷纷找借口离开。林月清急得又要哭，只是他一激动，屁放的就更多更响，夹都夹不住。娘，好了，你好好休息，若真的不舒服，便让兰芝多搬几个工桶来。林夫人不再理会林月清，迈步匆匆离去。林月清被熏得干呕连连，吐、放屁、臭晕、疼醒。林月清恍若陷入了无尽循环，痛苦到哭都哭不出来。画面到这里，系统便看不下去了，他都感觉自己好似闻到味道了。你给林月清的到底是啥药啊？不是跟你说了排毒养颜的吗？排毒？放屁呀！准确的来说是排气，排出毒素，气色就好了。据说用完很显白。哎呀，能不显白吗？那脸都要跟死尸一个色号了。林月清，药排毒养颜。没想到叶星运人还怪好的，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分享出去。沈君衍重新将目光放在手里的书上，却猛然意识到不对劲，这是整张脸瞬间从头红到脖子根。春宫图，这东西也要抄录吗？咦，好大的小龙虾！你怎么了？天也不是很热，它怎么好像要熟了？我不齐图册。什么图册？赫然看到沈君衍手里的春宫册。吃饭的时候顺手把书扔空间里，刚刚随手拿出来包上就带来了，全忘了那天拿的春宫册也在空间里。叶星运直接将春宫册夺了回去。你这是应该是掌柜不小心拿混的，明日我去镇上顺便带回去。哎，话未说完就被沈君衍先一步夺走。你干嘛？既是掌柜的放在里面的，估计就是要抄的，待到我抄完一起给你吧。既是知道了这书的来历，他怎能让这书污了他的眼睛？抄个屁啊，这是能抄的吗？不合适，我还是拿回去。赚银子不丢人，无妨。沈君衍先一步将春宫册塞进了被子里。这是不是丢人的事情呢？主要是我看2本一样的也没劲啊。行吧，那你抄，反正抄完拿回来也一样，大不了卖1本。沈君衍表示，这本书这辈子他怕是很难抄完了。翌日清晨，沈父沈母一早便吃了饭来到叶家报道。都已经辰时了，星运还没醒。星运睡得晚，再说早上也没什么事情，他想睡便多睡会儿就是。说的也是，但我们要干什么呀？总不能什么都不做，干等着吧。要不你让沈大哥帮月安打水吧，昨日只带了4桶，今日说是要多带1倍不止呢。好嘞。沈母闲着没事做，看叶母正专心切酸果，索性过去帮忙一起。待到叶星运起来时，柠檬已经被切了满满一笸箩。星运醒了，正好娘给你炖的鸡汤也差不多了，洗漱一下就能吃了。叶月安连忙将打好的洗脸水端到架子上，叶母则是迅速将鸡汤盛出，端到院中的小桌上。趁着叶星运吃饭时帮他梳头，沈父看得暗暗咂舌，这简直就是千金小姐的待遇嘛。星运啊，酸果都切好了，接下来要干啥？放罐子里，1层柠檬，1层蜂蜜。得嘞。那俺该干点啥呀？你们俩拿上锄头或者铲子，再带上筐，然后将1碗鸡汤端起一饮而尽，起身朝着茅厕走去。你们俩跟我来，像这种带点咸味的土便是我要的消土，你们俩不确定的话可以先刮一点尝一尝，但记得吐出去，别咽。你们要做的就是挖土，墙上的也好，地上的也罢，总之每日上午挖消土，下午再融合草木灰，将其用水过滤后放在墙角沉淀。这个爹你之前做过，应该记得吧？记得，你放心。行，
那你们就开挖吧，记得别只霍霍咱们家茅厕，万一挖塌了就没得茅厕用了。没事的，宿主，你可以体验下风吹裤衩凉屁屁。你信不信我让你体会毒舌骂你到自卑？叶父听得老脸一红。哎呀，放心吧，爹心里有数。这什么桶，咋跟小姑娘说话也没个忌讳，不是啥好玩意儿。叶星韵没再久留，匆匆离开了这个有味道的地方。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把鸡汤喝完了。茅厕这味道真上头。小妹，你打算带几桶走呀？我跟沈叔装了20多桶水呢。你给我装5桶就行，我去书院附近卖，5桶差不多了。昨日打的竹筒杯也都给我，剩下的你跟沈姨去镇上卖，还按昨天的价格就行。叶星韵趁着叶月安不注意，往每个桶里都兑了些灵泉水。啊，你自己能行吗？要不还是我跟你去吧。我让你干啥你干啥得了，话这么多呢。叶星韵检查了下沈母腌制的蜂蜜柠檬，确定没问题后，指使叶月安搬一坛到牛车上。哦，星月，我跟你沈阿姨一共腌制了4坛子柠檬蜂蜜，上次你拿回来的蜂蜜都用完了。蜂蜜用的这么快？我空间里的风怎么样了？上次种的花都开了，蜂蜜产量不错，就是蜂巢不太够用。晚上回来我自制几个简易蜂巢试试吧。哦，对了，星月，你还没告诉我这柠檬水如何冲泡，冰块又如何制作呢？你将腌制好的蜂蜜柠檬倒进桶里1层，然后加水搅拌均匀。你记得要尝尝味道，要是偏酸或者味道轻，就再加点蜜。给客人装完水再放冰块。至于冰块的做法，我4哥到时候跟你去，你看一次就会了。哎，我记着了。事情全部安排好后，2辆牛车便一前一后的前往了镇子上。书院门前，叶星韵抵达的时候，刚好是书生们即将午休的时辰。送他来的陈木帮着叶星韵把摊子支好，又将木桶一一放在叶星韵手边。叶家妹妹，你且慢着，我下午来接你。谢谢陈哥。摆了摆手，陈木牵着牛车离开了书院，而叶星韵则是不紧不慢地开始制作冰块，冲泡柠檬水。你这卖的可是昨日镇上热销的柠檬水，不错。太好了，快给我来一杯。哎，赵兄，你这是柠檬水？什么东西？闻所未闻呢。哎呀，这柠檬水是昨日镇上突然有人卖的，我娘有幸买到2斤，酸甜可口，清凉舒爽。更神奇的，这水喝完，我竟神清气明，读了1日书的头脑清醒了许多，甚至晚上又挑灯夜读了1本佳作。真的假的？妙啊，妙不可言啊！各位不信，我便先享受了。5文1杯。昨日我娘说4文2斤，怎的今日涨价了？不是涨价，说你自带容器去镇上买，还是4文2斤。但我这大老远的来了书院门口，又给你们送了容器，自然是要贵一些的。行吧，那你明日还来吗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会来。好，那明日也给我留1杯。成。看着赵姓书生兴致勃勃地离去，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星月抬眸看去，果然是昨日才见过的林将种。啊呸，是林少宇。你是来看我？你这儿干啥呢？他们叶家就这么欺负你啊？还让你一个姑娘家出来摆摊赚钱，要不要点脸了？不是叶家人让我出来的。你别再替他们解释了，现在就跟我走。如果爹娘非要站在林月清身边，我就跟你一起出去，我养你。叶星韵扬起一抹极其乖巧可爱的笑容。二哥，喝水。啊？小妹请的，二哥喝。浅尝一口，好喝，没忍住直接干了一杯。哎，舒坦。叶星韵满意勾唇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好妹妹，我跟你哥哥是好友，你这水能不能也给我来一杯尝尝？行啊。叶星韵又给周全制作了一杯。清凉酸爽，好喝。天哪，我怎么感觉我的脑子活络了不少啊？确实啊，读了一上午的书，本来脑子浑浑沌沌的，现在倒是清明许多。何止啊，我感觉我还能再读几本书啊。好妹妹，能再来一杯？讨饭滚一边讨去啊！哎，我给钱。给钱也不行。星月走，我带你回家。我不回家。将装好的柠檬水递给周全。5文1杯，刚才那杯算我请的。谢谢妹妹。不多时，叶星韵的摊子就被围了里3层外3层。看着叶星韵忙碌的模样，星韵，你这是图什么呀？当然是图财富自由了。叶星韵看都没看林少宇，专注的卖水装水。如果你是图钱，我可以给你啊。你能给我1时，能给我1世吗？我能。好啊，那你拿银子出来。我要住大房子，我要日日吃好喝好穿好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我直接跟你走。林少宇哑然，他如今也靠着家里给的月银生存，
所以我会努力科考，到时便可以养你。那就等你考上再来说这话。好。宿主大大，有人愿意养着你，你居然不愿意？能够躺平等死，不是宿主大大的终极目标吗？他自己都得靠林家养，拿什么养我？可他不是说会努力考取功名吗？那得什么时候？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吗？与其把希望寄托给别人，我倒不如相信我自己，躺平的还能更快点。宿主大大说的对，不能轻易相信别人，但本筒子除外。叶星运不予置评。星运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定然让你过上曾经那般衣食无忧的日子。林少宇上前准备帮叶星运提木桶，哪知一只手竟先他一步。怎么就你自己？4哥在镇上跟沈姨一起。那你应当早些叫我的，这些都是你调配好的。那你站在一旁收钱，我来弄。行。林少宇拉着叶星运坐在一侧，你坐在这里歇着，我去帮你卖。林少宇回到摊位边，学着叶月辰的动作卖着柠檬水。哎，林兄，你这手别抖啊，水都洒了，冰块怎地这么少？林兄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你就光收钱，别捣乱了。不行？谁？他？林少宇不服气的冷笑一声，挤开叶月辰开始装柠檬水，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冰块，收钱，装水卖。两人宛如较起劲来，速度愈来愈快。宿主，他俩不会要打起来吧？他俩敢砸我的摊子，我要把他俩脑壳敲开。他俩是你哥，那也得看我认不认。乱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，哥，哼，我能让他俩直接投胎当鸽子。宿主大大好霸气，他好爱。梧桐水很快见了底。没了？不会吧，我都排了好久了。叶兄，我看那缸里不是还有水吗？是啊，林兄，你再给我做上一杯，我都排了1中午了。星月，这缸里的水能用吗？不能，缸里的水是我用来制作冰块的，如果喝了对身体不好。大家如果真想喝，可以去镇上碰碰运气，或者明日我还会再来。众人顿时失落不已，很快便各自散开。没想到只是卖个水都这么累啊！星月，明日你别来了，我找人帮你卖。用不着。小妹，你应当知道大哥在哪里养伤吧？知道啊，干嘛？好，你晚些去将大哥叫回家，明日让他们和老四干这些活。叶星月没说好与不好，只是掏出2杯之前做好的柠檬水。你俩的工钱。谢谢小妹。双手接过柠檬水，叶月辰心中十分感动。小妹可给我做了2杯。叶月辰淡漠地睨了眼林少宇。小妹之前初次做出柠檬水，我便喝过了。林少宇心里宛如吃了一大口的柠檬，酸得直冒泡泡。小妹第一次叫二哥，叫的就是我。星月是我的小妹，连二少爷还是尽早改口的好。再说，曾经是曾经，未来是未来，连二少爷最好早些认清现实。曾经也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，况且未来如何谁能说得准？星运一日是我妹妹，终生都是我妹妹，没什么需要改口的。四目相对，两人周遭都燃起阵阵无形的硝烟。宿主，你说他俩会不会打起来？2个柔弱书生，你指望他俩抓头发护挠吗？2个柔弱书生，你指望他俩抓头发护挠吗？虽然，但是好像更有看点了，怎么回事？童啊，你程序被人篡改了。我记得最初见到你的时候，你也不这样啊。宿主大大，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你心里真没点数吗？眼瞧着时间差不多了，便让叶月辰与林少宇将东西都收好，自己则朝着镇上赶去。杨府，丁康成跟着叶星运站在门前。叶姑娘，你说的病人不会是杨家的小姐吧？是啊。杨家这位小姐的病我也听说过，据说许多有名的大夫都看不出个所以然。叶姑娘，你竟然能治？差不多吧。爷爷，您到底给孙子找了个什么样的天才师傅啊？哎呀，是叶大夫来了，快请进。这2日贵千金的情况如何？还是有些痴儿，但说话日渐清楚。漂亮姐姐，喂，漂亮姐姐，蝴蝶。叶大夫来了，这2日我家小姐呀，一直念叨着要跟您玩呢。捏了捏杨欢欢的小脸，等会儿再玩，先检查。看着叶星运给杨欢欢把脉，众人大气都不敢喘。好半晌，叶星运松开手，示意丁康成将药箱拿过来。看好了。叶星运动作利落地开始下针。第1针，照例让杨欢欢先熟睡过去，随即第2针、第3针，直到叶星运最后1针落下。叶大夫，欢欢她大概多久才能痊愈啊？除去这次，还有2次便差不多了。
太好了。小姐早日好起来，那些个下作东西便不敢猖狂了。好起来也是没用的，老爷到底还是想要一个儿子。小姐的病一直是您的心头病，只要小姐痊愈了，您放松心情，难保不会再有身孕。罢了，我都年逾30了，哪里还是可以生育的年纪？我只要我的欢欢可以安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夫人，好啦，莫要再说了，免得让人笑话。叶星韵神色自若，仿佛什么都没听到一般。你来说说，我刚刚刺了他的哪些穴位？我就说上次来的时候，那个什么杨老爷态度不对劲儿，原来是早就打算要个小的。不过宿主大大，我看他上次后来不是又请你给这孩子治病了吗？说不定只是担心孩子治不好呢。如果担心孩子治不好，第一反应就是该让我先试试。至于后来，无非是看我的确有些本事，加上杨夫人还在，所以妥协了而已。咦，这么说来，这老东西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。谁说不是呢？男人果然没几个好玩意儿。丁康成表示，打击面多少有点广了。注意到丁康成一直没说话，笨成这样还好意思学医，种地我都担心他插错秧。刚刚的穴位有百会、前顶、脑户，还有天柱和脑空。看你还算有点天赋。师傅，请受徒儿一拜。这脑子到底什么构造啊？这么磕都没事儿，真想抛开研究一下。丁康成敬茶的手不自觉颤抖着。完了，看给孩子磕的手脚都不利索了，要不一会儿给他来几针吧。宿主大大，你不会趁机给他开瓢吧？瞧你说的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如果宿主大大你笑得不是那么瘆人，或许可信度会更高呢。爷爷，孙儿咱好像看到您了呢。就在叶星韵接过茶时，一打扮艳丽的女人缓步走入屋内。你来作甚？妾身听说府里来了位医术高超的女大夫，想着这2日身体不舒服，顺便让大夫来给妾身看看。女人摸了摸小腹，丝毫不惧杨夫人的目光。毕竟妾身现在怀着身孕嘛，若是出了差错，怕是不好跟老爷交代呢。孙氏，叶大夫是我请来给小姐看病的，不是你能随意惊扰的。倒东西，这里可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放肆！张妈妈是我的乳母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责问她？夫人，我现在可是怀着老爷的儿子，若是出了什么问题，别说是他，怕是您都不好跟老爷交代吧。你，张妈妈抬手拉住冲动的张妈妈。你说的不错，但叶大夫只是我请来给欢欢看诊的，就连老爷都没有资格指使叶大夫。杨夫人朝着叶星韵轻轻颔首。叶大夫，若是你不愿意，大可直接说，我虽没有什么本事，但也不至于让旁人欺负了您去。对杨夫人的态度还算满意。叶星韵慢悠悠地抿了口茶。哼，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赚银子，那有何不愿的？这位夫人，我们行医虽收银子，但最重要的是治病救人，你这话未免太过侮辱人了。哼，说的倒是好听，难不成有银子都不赚？看着孙氏掏出100两银票，满脸不屑的神情。我们当然不……滚一边去！耽误我赚银子，我逐你出师门。师傅，骨气不能丢啊！骨气？你忘了你被饿到只剩骨头的时候了？去！别听他的，我是大夫，这钱我赚。既如此，还不来给我诊脉？没问题，但你这钱不够啊！你说什么？100两看个诊不够？对啊，100两是看一个孩子的诊费，你一个孩子加一个大人，我给你优惠点，250两。25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我不正在抢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看诊就这个价格，看不起别看。呸，是没钱可以不看。你，我当是什么人物？原来不过是个毛都没长齐的臭丫头，还敢狮子大张口！我有钱也信不着你。没钱就直说呀，又不丢人，找这么多借口干啥？欢欢今日如何了？哎呦，我的肚子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这儿，还坐在地上？老爷，您别怪夫人，是我不该因为身子不舒服就来打扰小姐看诊，都是我的错，但求您救救我们的孩子。夫人，我都答应了你，只要他诞下儿子，我立刻送到你院子里养，你何苦容不下他？我还不屑对一个孕妇动手。老
老爷，您别怪夫人，是妾身的错。哎呀，肚子，老爷，妾身的肚子好痛啊！叶大夫，劳烦你来帮他看看可好？钱到位自然可以啊，但你女儿的针也到了时辰，若不及时拔除，恐有性命之忧。叶大夫，还请你当以欢欢为主。杨老爷则是面露纠结。老爷，欢欢是您亲闺女，可我腹中的也是老爷的儿子呀。夫人，欢欢都病了这么多年了，不差这一次。叶大夫，请你先给孙氏看看。叶兴运朝着杨老爷伸出手，254两1钱。这怎么还有零有整的？当即掏出300两银票递了过去。叶大夫，我知道你急，但你先别急。叶兴运转身回到床边，全然没有理会孙氏的意思。叶大夫，你这怎么拿了钱不办事儿呢？啊！掏出一包药丢了过去，给他喝水吞服就行。就这么简单？对啊，他就是胀肚，排个气就好了。放心，这药嘎嘎好使。胀肚？不是，叶大夫，她是怀孕了，腹痛会不会是孩子有问题？我说了，她只是胀肚，而且她没有怀孕。简单3个字，宛如一道巨雷，轰得屋内众人纷纷震惊不已。你胡说！叶大夫，你会不会是看错了呀？孙氏怀孕，我是找来大夫看过的。你找的是正经大夫吗？正不正经不知道，不是，我当时找的是同和药铺的大夫。那你就再找几个别家的大夫。干嘛？叶兴运拔下最后一根针，不耐地看向杨老爷。你不是不信我吗？那就找别人来看诊。要是我说错一个字，诊金全部奉还。杨老爷已然信了大半。来人，去请保仁堂的周大夫。老爷，那保仁堂哪里有同和药铺的大夫出名？不然还是请同和药铺的。不过是把个喜脉，保仁堂的大夫足够了。老奴这就请大夫。孙氏脸色一白，身子一软，无力地瘫坐在地上。见状，杨老爷哪里还有不明白的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滚回你的院子去！孙氏瑟缩了下，感知到肚子有些疼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捡起了叶兴运刚刚扔来的药包，能一眼看出他是否真有孕，想必这药也能好用。系统默默捂脸，得嘞，今晚的杨府怕是个很有味道的杨府。杨老爷面容复杂地看了眼杨夫人，到底是羞愧地甩袖离去。痛快！我就说她怀孕的身子看上去怪怪的，原来真是假的。我看她还如何嘚瑟得起来。夫人，您可得把握机会，不能再让她勾走老爷了。我年老色衰，哪里比得过孙氏年轻貌美啊？抱歉了，让叶大夫看笑话了。其实保养的还算不错呀，就是防晒不到位，加上有些眼尾纹，可惜了。放在现在，这根本不算事儿。可不是嘛，筒子，我听说古代的铅粉都有毒哎。说起这个，你说我是不是也要做点药妆护肤品，提前保养保养？不用，您活不到需要保养品的时候。有时候真想把你的嘴缝起来。什么声音啊？下意识看向叶兴运，却见他根本没张嘴。上天安排他听到叶大夫的心声，莫不是为了指引他什么？叶大夫，虽然你年纪轻轻，但我看得出来你医术造诣颇深，因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叶大夫可以答应。不知叶大夫能否让我的皮肤好一些？我知晓我一把年纪不该奢望，但我与老爷是结发夫妻，说是可以，我还是想要尝试一次。若我能为老爷诞下一子，说不定……理解不了。时代不同嘛，3妻4妾是正常的，生不出儿子也是不对的。放屁！这要是我，现在他的坟头草都有我高了。系统默默闭麦。一旁的丁康成不自觉瑟缩了下，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叶大夫，看起来无论是什么时候，女子对美的追求都很强。妆粉我倒是会做，但价格嘛……您放心，价格不是问题，只要您愿意便好。杨夫人取出2张100两的银票，100两是这次的诊金，再100两是妆粉的定金。杨夫人敞亮，那我便不客气了。收了银子，叶兴运待到杨欢欢醒来后，这才带着丁康成离开。直到出了门，丁康成还感觉自己双脚打飘。师傅，你这银子进账的
也未免太快了吧？快吗？我倒是觉得慢了些。这也还慢，他1个月都赚不到100两。行了，你且先回去吧。医书记得看，我日后看诊会带上你。届时答不上我的问题，我随时助你出师门。丁康成表示师傅好严厉，没再理会丁康成。叶星韵慢悠悠地朝着脂粉铺走去。咱们家铺子里面就连京城中最火的那个荷花粉都有呢。不必，我就想看看铅粉。铅粉啊，有，来，我带你到里面看啊。叶星韵打开一盒铅粉看了看，又凑到鼻尖闻了闻。咱们这铅粉可是最白的。有敷脸的膏吗？哎呦，这姑娘识货呀！我这里还真有京城最盛行的敷脸膏呢，用了之后啊，那皮肤嫩滑无比。您等着啊，我去给您拿去。目送售货娘子去了后院，叶星韵把玩着手里的铅粉。看你气色倒是还好，怎么精神如此萎靡？娘，我不舒服。再不舒服也得打起精神。你可知这婚约是当年星韵去京城祖父家出席宴会，被靖王一眼相中得来的。每年靖王都会在这段时间来看星韵，可如今你才是邻家嫡女，若被靖王知晓真相退了婚，日后你二哥高中，我们如何有脸面进京？你如何在京中贵女之间混下去？再说了，你不舒服也是你自己做的，府中现在还弥漫着味道，你爹都不敢回府。若是你再没了婚约，你爹生起气来，我也保不住你。这个不行，太红了；这个也不行，太淡了。娘，你到底要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？你们这里有没有落水不花的脂粉？哎呦，林夫人，您莫不是在说笑吗？京城都找不出您要的这种脂粉。落水不花，娘，你莫不是？不错，我要让靖王对你英雄救美，届时你们都有了肌肤之亲，靖王无论如何都得娶你。可是娘，若靖王不救我，再让旁人占了便宜。不会的，有娘在，定然会让靖王出手。那我都听娘的。这就对了。英雄救美，好老土却又管用的戏码。等等，这个靖王，莫不就是后期砍断我的手脚，任由别人欺辱我的那个缺德未婚夫？是的，真是不怕有坏人，就怕坏人凑一窝呀。不过也不关他的事情。丁，恭喜宿主触发支线任务，撮合靖王与林月清，让两人结下婚约。等等，靖王既然后期帮着林月清收拾我，不就是对他有好感？那还需要我撮合他们结下婚约？这逻辑不通啊！不是的，宿主，原剧情里靖王并没有取消婚约，因着他是对原主幼年一见钟情，加上林月清误打误撞得知之前救的是太子，所以并没有如今这一出。但因为宿主拿走了九龙玉佩，导致林月清不知道太子的身份，且之前宿主又得罪了林夫人，才会有现在的情况。你的意思是靖王喜欢我，但后来还砍了我的手脚，看我被人凌辱，他变态啊！重度绿帽奴也不敢这么玩啊！后期剧情里，林月清因为嫉妒叶星韵被呵护，故意陷害，让所有人以为原主欺负林月清，是个无恶不作的人，所以靖王也渐渐对原主失望。在林月清故意激怒原主，要他杀了自己的时候，引来所有人，这才有原主原本的结局。哼，合着原主就是个大冤种呗！而且这种说误会就误会的喜欢，算狗屁喜欢！真正的喜欢不是应该无条件站在我身后吗？别说我没做，就算做了，他也得给我善后才是，而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，帮着别人美其名曰惩罚我。垃圾渣男，呸！宿主大大说的对，那咱就把他推给林月清，不要这缺德货。等等，我把他推给林月清，不等于加速我自己的死亡进度？不对，他也不要我的命，他纯纯折磨我呀！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，更别提被折磨羞辱，这活谁爱干谁干啊！宿主大大，有句话说得好，你不入地，谁爱入谁入，反正我不入。宿主大大，闭嘴！再废话你去。行吧，反正就是区100万恶毒值而已。宿主大大实在不爱做就不做吧，咱俩咬咬牙也不是赔不起。这破活儿别说宿主了，怕是狗都不干。狗不干我干。宿主大大，咱没必要非接不可，不能为5斗米折腰啊！但这不是5斗米，这是100万恶毒值，别说折腰，折哪都行。他的宿主大大还真是好有原则的一个人呢。可是，宿主，您不怕被折辱了？这个嘛，怕还是有点怕的。但是我这么想，
按照原剧情，我的坏事都是被冤枉的。那如果做实了，真的让林月清受伤，他们对我的惩罚是不是也会加重啊？您是想对林月清动手，然后让他们下死手，不等折辱就已经让您没命？没错。来了来了，姑娘，您要的抹脸膏找到了，就这个吧，多少钱？8两银子一罐。8两？从荷包里掏出银子递了过去。果然，从古至今化妆品都是一如既往的暴利啊。得嘞，收您10两，找您2两，好用再来啊。是错觉吗？怎么感觉那姑娘的身影好像星韵呢？娘，猛然回过神，把刚刚那姑娘拿的擦脸膏拿给我看看。应当是看错了吧？毕竟叶家的条件也买不起脂粉。好嘞。童啊，靖王何时到这里？稍等，童子我查查，明天上午会到。小妹回来了。叶月安快步出门迎人。如何？有没有累到？我给你蒸了一些绿豆汤，娘给你蒸了凉糕，你先进屋洗洗脚，这些我来弄。而叶星韵简单的洗了把手，便坐在院中的石桌旁，准备尝尝叶母特意制作的凉糕。忽的，一个油纸包被放在了他面前。回了路上看到有卖，顺便买了点儿，刚突然不想吃了，给你吃吧。叶星韵默默地拿起一块凉糕咬了口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到吗？你脑子是有泡吗？你不想吃的东西给我，难道我就想吃了？就是，就算我家宿主是垃圾桶，也不可能随便吃别人不要的东西吧？这话怎么听上去怪怪的？错觉，肯定是错觉。不是我，什么不是？你的不是，我的不是。本来不想跟傻子计较，那你非要找骂，你说你是不是闲得慌？你个屁的你！没事就滚，别在这里讨人嫌。一天天的本来就烦，还没点眼力劲儿。三哥。听到声音的叶月安已经匆匆赶了过来，利落地将其拉到一旁。老四，你别拦着我，我非要跟他好好说道说道。他再怎么说也是他哥，他竟然如此说他。说什么？说你把不值的东西给小妹，你这不活该找骂吗？我注意到叶月舟手里尚未开封的糕点，叶月安心中愈发无语。三哥，不是我说你，既然你是专门给小妹买的，那你直说不行吗？非要别扭的找这么个理由，别说是小妹，我都想骂你。我才没有专门给她买。哎呀，活该别人不待见你。小妹，三哥不会说话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当然不会跟傻子一般见识，万一别人分不清谁是傻子就不好了。小妹的言辞果然一如既往的犀利啊。赫然对上叶星韵嫌弃的目光。对了，小妹，我听娘说蜂蜜没了，你明日是要进山吗？那我与你一同去可好？不急，我打算先做几个简易的蜂箱，以后在家养蜂。蜂也能养？那东西蛰人不是有毒吗？我就在山脚附近找个地方养，只要不是刻意过去偷蜂蜜，一般不会有事。反正只是做做样子，让你们知道蜂蜜的来处，免得每次从空间里拿蜂蜜都要找借口。也好，那我能做些什么？你先给我拿纸笔，然后找村里的木匠问问能不能做。好。叶月安从叶月辰的箱子里掏出宣纸和毛笔，叶星韵取笔蘸墨，仔细回忆了下前世看过的教程。宿主大大，你画的居然有模有样哎！还行吧，主要是短视频刷多了，什么都能看一会儿。短视频？那又是何物？是系统教的吗？那这样看来，这系统倒也不算一无是处。不过宿主大大，你以后还是别总在叶月安面前显露才能的好，毕竟这货心眼子多，万一怀疑你知晓的原因，可就不得了了。你说的对啊。叶星韵看向叶月安的目光多了几分防备。话说早了，这系统还真就是一点不教小妹好。行了，你去找木匠吧，要是能做就让他做10个。星韵，这是今日卖柠檬水的钱，一共是1两5钱。之前说好的本金算3文，你应给我1两2钱，再减去沈叔今日的工钱，你给我留9钱银子便是。叶丫头，你与我沈家有大恩，日后若你有需要，刀山火海，我定不推辞半句。哎呀妈，坏事做多了，突如其来的感谢咋还有点怪怪的呢？宿主大大，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了？胡说，我是会不好意思的人吗？宿主大大，要不咱照照镜子呢？耳朵都红得跟猴屁股一个色儿了。什么声音？沈母惊讶抬眸，是他在说话。
可那不男不女的声音又是什么？你说这些没用，好好干活就是。若你干得不好，我可随时换人。是，你放心，我定然好好干。那就早些回去吧，明日还是这个时辰来就行。哎，好。忽的，沈母想到了什么。星玉啊，沈姨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？说。我赚来的银子可以暂时放你这里吗？不怕你笑话，沈家几房都盯着我们家这点钱，若我拿回去，怕是守不了多久，所以……就算我能帮你收着，自己不硬气也是没用，总不能让别人替你管一辈子吧？但沈母这次看得真切，叶星韵根本没有说话。也不能说他们不硬气，只是沈家一共兄弟4个，几乎都欺负他们家，再硬气也没啥用。就算告到官府，只要拿孝字压着，官府也说不出什么。那就揍啊！若是有人敢跟我抢1件，我砸10件。宿主大大霸气，但是沈君衍的身子不行，沈家要是敢动手，他们直接冲进去收拾沈君衍，一来二去的，沈母就不敢再反抗了。倒是忘了这茬，不过要是沈君衍的病能治愈，沈家也不至于过成这样吧。宿主大大，收起你危险的想法。沈君衍在剧情里至多还有几个月的寿命，你要是给他治好了，会导致剧情线崩塌，后果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我知道你激动，但你先别激动，我又没说要治，你吵得我脑仁都疼了。叶星韵根本没有注意到一旁沈母难掩激动的神情。等等，什么叫衍儿只有几个月的寿命？不对，衍儿他竟然还有痊愈的可能。小妹，我回来了。去找木匠的叶月安突然拎着图纸走了回来。木匠不能做？不是，是木工活我会，你这图纸上的箱子我能做，不必浪费银子。轩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身子如何？可有受伤？娘，我没事儿，此前就是崴了脚，在山中猎户的家里休养了几日。没事就好。瘦了，想吃什么？娘这就去给你做。没啥想吃的。那娘就看着给你做。孩儿他爹，快把轩儿拿回来的猎物处理一下，晚上我给你们多做些肉吃。哎，晚些我去砍2棵树，回来给你做。这箱子多少需要些技巧，你还有这本事？我除了上山打猎换取猎物，就是接点木匠活，撇补家用，所以你放心，大哥肯定不会耽误你的正事儿。行吧。叶星韵随手将喝不完的绿豆汤分了1碗给叶月轩。多谢小妹。一侧的沈母努力压下心中激动的情绪。叶姑娘，你可以把银子给我娘看着，我懒得管，到时候容易说不清。也好，那就听叶姑娘的。叶星韵见所有人没注意自己，随手拎着背篓回了房间。心念一动，叶星韵已然出现在空间内，往身上撒了些驱虫粉。叶星韵这才靠近蜂巢，小心翼翼地取出里面的蜂蜜后，又将空间里的花连根挖出大半。做戏做全套，晚些蜂箱做出来，他留几个在外面，再将花栽种在附近。酸果、蜂蜜、硝石，做柠檬水最基本的材料都有了着落。叶月轩也回来了，他这回便可以将售卖柠檬水的事情尽数交给他们，自己在家美美等着收钱。宿主大大，别忘了你还有支线任务哟。别逼我在开心的时候骂你啊。吃过晚饭，叶月轩开始按照叶星韵的图纸制作蜂箱。你要去种花吗？种些花可以吸引蜜蜂。那我跟你同去。如何做告诉他，让他弄，娘给你装些凉鱼儿，你找个阴凉地方坐着吃就好。好。哎呦，他家星韵真是太乖了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叶月轩带着做好的蜂箱找到叶星韵时，叶月安已经快把花种完了。小妹啊，我把蜂箱做好了，你看看是你要的那种不？这么快？上前检查了下。嚯，虽然还有一些小瑕疵，但已经接近完美，这技术也太牛了。宿主大大，注意人设。哦，对，还行吧，勉强能用。能用就行。我这次就做了3个，没敢多做，你觉得行？回去我再做几个。就放那边吧。好嘞。抱着自己的背篓走到叶月轩身侧，借着背篓的遮挡，叶星韵将空间里装有蜜蜂的蜂巢挪了出来。要不还是让大哥把蜂巢藏在树上吧，免得有谁看到了再过来偷了。好，放这里就行了。得嘞。那个蜂箱还得往里放放，不然容易掉。哎，好。行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
叶月轩和叶月安这才顺着树干滑了下来。小梅，这样就能有用不完的蜂蜜了？应该吧。你回去记得再做几个蜂箱给我。没问题。星运回来了，洗澡水都烧好了，你快去洗洗，去罚。叶星运也没客气，径直进了房间。翌日清晨，简单洗漱了下，跟叶月轩说了下让他替自己摆摊的事情。没问题。要不让月安跟着月轩去吧，我今日带着小姐和小冉同去就行。是啊，轩儿没经验，万一搞砸了就不好了。随你们吧，我今天有事，若是完事儿的早，我就过去看看。放心吧，小妹，你且忙你的，大哥肯定不拖你后腿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这就走啊？那我去给你找个牛车送你。叶星运离开后没多久，众人也纷纷朝着镇上赶去。青云镇品茗楼。童啊，你确定林月清一会儿会在这里玩落水的戏码？没想到林家还挺狠的，大庭广众众目睽睽玩这招，靖王想要抵赖都不行。可不是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林夫人怎么如此肯定靖王会救人？林家小姐落水，靖王身为未婚夫，自然是要救的。所以说他们是要利用宿主大大您的名头，太不要脸了吧？确实不要脸，但有一说一，我现在又不是林家人，人家想要用林家小姐的名头也没毛病啊。这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妥妥的诈骗吗？只要最终结果是帮我完成任务，他们爱挂啥挂啥呗，反正骗的又不是我。有道理，如果他们真能误打误撞帮着宿主大大完成支线任务，也算干了件好事儿。没错。娘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万一靖王不救我？不会的，现在林家抱错女儿的事鲜少人知道，只要我说是我女儿落了水，靖王一定会把你当做星运救上来的。闻言，林月清面上恼意一闪而过。可是娘，要是靖王发现被骗了，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把你救上来了，就算是后悔也没用了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是想着靖王心里有姐姐，万一姐姐心里也有靖王，她是姐姐得知这件事，再与靖王说些什么？他敢？他可是口口声声说过不稀罕这桩婚事，若再敢出来捣乱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夫人，靖王殿下往这边来了。月清，别紧张，待会儿你就只管呼救挣扎，其他的交给娘就好。我知道了。看着不远处逐渐靠近的高大身影，林月清咬了咬牙，朝着河里直接跳了下去。救命啊！来人呐！林家小姐落水了！她怎么在这儿？等等，她要干啥？叶老三脑子有泡吧？叶星运顾不得其他，纵身从窗口跳了出去。叶星运跳出窗口才反应过来，这具身子不是他原本那具抗造的。救命！哎呦，娘哎！星运，不是说林家小姐落水了吗？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她是……叶星运心中也有些诧异，没想到苍许会在这里。叶星运看了眼不远处已经被叶月舟拖上岸的林月清，我刚在楼上看到王爷，想着跟王爷打招呼，不曾想竟从2楼掉下来了。这人不认识。你唤本王一声不就好了？可有摔到？没。宿主大大啊，有，脚崴了，哎呦，疼。别怕，再忍忍，本王送你去医馆。等等，他呢？放心，本王会安排人送他去医馆的。月清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呛到水？要不要去医馆看看？我有没有事情，轮得到你多管闲事吗？月清，之前我让你帮忙，你7个不情8个不愿，如今我不需要你帮忙，你来假惺惺的凑什么热闹？还是说叶星月后悔了，不想跟着你们过贫苦日子，所以你们就打算帮他抢回与靖王的婚约？他叶星月回去不够半个月，你们就舍不得了？我看你们就是想要叶星月取代我，自私自利，恶毒下作。一个个恶毒的词汇砸得叶月舟脸上血色全无。是叶家没什么钱，但我自认从未亏待过你吧。从小到大，你想要的吃食衣裙，只要你说出口的，我兄弟几个哪个没有满足你？或许比不上锦衣玉食，但至少不曾亏待过你吧。满足我？那是你们该做的。我本就该是林家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林心玉占了我人生的14年，她享受了本该属于我的14年。是林家的小妾抱走了心运，让她在不属于自己的富贵人家生活14年后，又让她回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家。多好笑！
属于我的大好人生被他占据了10几年，现在你们一个个又都替他说话，那你告诉我，我算什么？你也是受害者，所以你更不该埋怨西域。我不是替他说话，我只是没想到，原来你的心里竟然是这般怨着我们。没让我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我不该怨你们吗？没遵守对我的承诺，我能不怨你们吗？月清，怎么回事？靖王殿下呢？娘，靖王殿下被姐姐带走了。什么？你是叶家的？好啊，你们叶家人故意捣乱是不是？娘，是不是姐姐后悔了，想要完成与靖王殿下的婚约？别急，这件事有娘呢，容不得她做主。但今日肯定是没机会了。你们叶家当真是不要脸，光天化日之下捣乱不说，还想要毁我女儿名声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扭送官府。2名小厮瞬间上前压住叶月舟，真是讽刺。躺在厢房养伤的太子看到被抬回来的苍许，什么情况？不是去买饭了？怎么还横着回来的？周大夫，这是怎么了？据说是被砸了一下，我刚给把了脉，没事儿，醒了就好。周大夫安排好苍许后，便回到了前厅。幸运，你的脚严重吗？要不斜脱了给本王看看吧。不要！强压下想要踹他的冲动。刚刚有点疼，我以为崴到了，现在不疼了。奶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你与本王本就有婚约，待到你及笄之后便要完婚，所以你的脚本王可以看。看个屁哟！真不用。幸运，你怎的了？是怪本王今年来得迟了？不是，没有。救命啊！这个靖王对脚是有什么执念吗？靖王的确有恋脚癖哦。看着还想要伸手的靖王，叶星月默默地往后退，再退。是哪位从楼上摔下来了？是他。啊？完全不像是刚从2楼摔下来的样子。姑娘，你过来，老夫给你把脉看看，可有摔到哪里？我没事儿，刚感觉有些脚疼，现在好多了。幸运，你乖乖听话，让大夫给你看看，确定没事，我才好放心呢。目光时不时落在他的绣鞋上。你是放心了，我这心都快死了。我真的没事，你看我没事吧？幸运，王爷，我真没事，而且我突然想起我娘喊我早点回家吃饭，就先走了，拜拜了你。幸运。1年不见，林小姐好像更加活泼了哈。去给林家送个拜帖，明日本王登门拜访。哎呀，我的亲娘啊，太吓人了！宿主大大淡定了，反正你的手脚迟早都会被他砍掉的，你就当先适应适应。叶星运不经意间抬起头，什么情况？叶老三反手给林月清淹死了还是咋的？怎么还沦落到游街了呢？宿主大大，我查到了，叶老三救了林月清之后，让林月清啪的扇了一个大嘴巴子。为什么？好像是因为林月清误会叶老三是来捣乱，故意阻止他与靖王相遇的。